老太尉可想清楚了？300万斛粮米，化世仇为盟邦。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。邦交往来是用国礼，便是当今前王，昔年共谋和议，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。郎君参政相府，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，罔顾国事之重，可是前王之意？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。南唐君臣割据称藩，裂土分国，违逆天命。我王所不取也。所谓邦交，纯系笑话，又何能有严厉之词？300万斛粮米之意，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，奔走辛劳，颇为不易，故有此论。依大参所言，此非前王之论。纵使成约，亦不过是私相盟会。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？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。若此事可允，某自当陈情，促成盟好；若此事不得允，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。当年与程昭岳对着，前王屈尊，亲为庖厨，酒猎鱼香，沧海桑田，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。程佑其实年少，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，若无太尉，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。这说起来，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。足下贵为吴越元舅，浙东盐铁副使。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，不会只是为了忆往事吧？前世有祖训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若吴越与南唐盟约，昭示天下，以抗宋主，这等事情，别说江右6州，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3州，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。有些事啊，说得，做不得。有些事却是做得，说不得。前王什么都没做，却平白收了贵主6个州郡。宋主虽是行伍出身，却也不是个傻子。足下的意思是，白得江右6州，前王不敢，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，共抗北朝。前王是敢的。太尉容禀，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，限于祖训与统训，吴越皆不能允。反之，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，这生意嘛，却还是做得的。却不知若如此，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？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。缺兵，缺粮，缺银卷，缺金帛。吴越有的，大唐都缺。吴越有祖训，虽一兵一卒，不能外借。那么，除了兵卒之外，其余皆可借了。
若太尉问的是吴越，有祖训在，都不能接。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，向黄龙社借，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，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。秦淮社是太尉一手铸造，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，正好当家。既是生意，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，黄龙社都做得。只是老夫现下没钱，这生意可还能做得？没有现钱，可以抵押袋子吗？却不知以何物为押？晚辈听闻，这固郡沙州乃是太尉名下产业。崇明镇，吴越要崇明镇何用？陛下，所谓崇明镇，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2片沙洲，名曰固郡沙。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，驻兵一队50人，为海口哨警之用。先帝以其鸡肋，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。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资我，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。启禀陛下，固郡沙并非无用，秦淮社代国家执掌海役诸务，与开京、平安京、暹罗等地往来海贸，船队皆自固郡沙出海。黄龙社船舰精利，把持海路，几十年来多有举语。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，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。太尉的意思是说，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。陛下，海上之力长厚，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宋主兵危，则是迫在眉睫之险。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，割崇明沙洲与吴越，取其良资之力啊！陛下，崇明之力，非指海贸一事，其地扼守海口，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，北临泰州和静海军，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，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，还有江阴军、镇海军、常州左右乡。一旦吴越兴兵北向，是偏师从海路攻我。其实，宋军在西，吴越在东，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，长江天堑，恐不复为我所有。陛下，海船吃水深，江船吃水浅。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，浅滩暗流，10之8九是要搁浅。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，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，便是此理。太尉啊，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？启禀陛下，不是前王，而是黄龙社。自契书约定之日起，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、常州军、江阴军的粮秣、军资、甲仗、银券、金帛赏赐，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。陛下，此乃亡国之策。
孙大师啊，檄文虽由秦淮社与黄龙社签订，所约却皆是国事，望前王于贵社念两国盟好之重，遵约践约，切勿相负啊！内汉宽心。自今日起，大唐东侧之兵与我吴越之兵同，不论饮食、衣帽、甲械，绝不让众将士受积馁寒孤之苦。这弦乐过后啊，某在此处设宴，款待盟邻，详细商讨军资供给之事。诸军之袍泽，便是在下之袍泽；诸军之饥寒，便是在下之饥寒。诸军但有所求，只管来寻我黄龙社。杜太尉啊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来，杜太尉啊，这往日里江面上的生意，全都拢在秦淮社手里。咱们黄龙社连拜佛都寻不到门路啊，当真是苦之久矣。哎，不必理会李元清那条老狗。裴云长监督那般人，都是疯子，说不得人话，做不得人事。大事若有所营生，只管来江阴寻杜某说话。江面上的事体，杜某可当得半个家。这泰州的盐麻，常州的稻米，在平安京那是卖得极好的，走一趟，能有3、5倍的利呀。承蒙太尉不弃，多的孙某不敢许，但1成5的利，太尉还是当得。才1成5啊！怕不是我想差了，1岁2、3万银绢的出息啊！1岁2、3万银绢，能有这许多？海贸之力，原就是如此。李元清这老狗，这几10年下来，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。那不至于。海船不能入江，江船不能出海，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处换船。秦淮社的江船多，黄龙社大都是海船，江面上浅滩多，生怕搁浅，不敢轻易进来。包在某家身上，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，余出来的63艘货船，单个尽属于你。某是讲究人，不白吃你1成5的份子。来，来，既然如此，太尉，孙某便谢过太尉。干！王师南来，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，关节点在采石矶。河道上的船行得慢，许多时候是要靠潜伏的。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，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。江都一旦增兵，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。大伯父说得是，孤儿录取江阴，不可明知正兵，只能偏师夜袭。是以此番取了崇明。正是。有崇明屯粮在，必不是江都之军有积馁之苦。如玉先生，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。魏王检举，臣之本分。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。此事
是由你一手筹划，此番便由你替孤走一遭京师。诺。使臣起行了。正使还是单某，副使是个年轻的虞后，眼生得紧。陛下到。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甚温琪，受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，觐见陛下。慎亲平身。谢陛下。前王安否？蒙陛下垂问，我王安健如昔。好。少年郎，近前来。再近些。小侄前为至，觐见官家伯父。大郎君不可失仪。无妨。汝是九郎长子，孙氏弟妹所出。小侄入京前，家父有言：陛下是天子，亦是吾兄，如可续家礼。家父之命，小辈不敢违。果然有九郎昔日的风范。足下究竟是何人？何事相邀啊？孙东主，别来无恙。太尉，许久未见。船要沉了，想觅一条活路。秦淮社名震江南，为东南3大社之一。如此大一桩富贵，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？此老是个明白人。南唐有灭国之危，覆巢之下，绝无完卵。那时候，秦淮社几十年的经营生意，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。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，行走江湖5、60年，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。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？这正是其精明之处。他与你父王是几十年前的旧识，深知你父王的性情。若真的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，以你父王的性情、手段，只怕不足1年半载，这偌大的营生人事，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，捐地不剩。那时候，你父王甩个闲差，荣养一生，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，没了羽翼的大虫？小子，你有几成把握？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，臣的胜算实在只有5-5之数；若不将郑彦华算进去，臣有10分把握。
难怪九郎喜欢你，果然有些英雄气。我若是九郎，当以汝为世子。如此英雄人物，我又如何能驱使得动啊？你是吴越世子，身份贵重无比。这等庞杂琐细之事，又何须劳动到你啊？你只需稳稳当当的坐在世子之位，收了这李元清做臣属，其他的且看阿舅来为你施为。不出2年，这李元清的爪牙羽翼，便都会是你吴越世子的爪牙羽翼。臣认为，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，克采石矶，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要，不取江右6州，只管所入江面，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，迫使李氏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。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，江东便可一鼓而定。只要郑彦华西行，金陵以东的局面，我父子为管家取之。从崇明往江都运粮，须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。还得在常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。官家勿忧，这2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。只要将这2支兵牵制在常州左侧，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，与大王会师于江阴，便是一片通途啊！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，他能挑得起来吗？大王常言，阿平有中宪王之风。依臣等所见，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。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？堂兄啊！门下，朕统御万邦，辅临诏书，推至诚而待物，其率徒以归心，不讳行人，事于本志，兴师动众，非我愿为。公元974年9月，宋太祖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、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生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兆都部署，统兵10万，水陆并进，进攻南唐。临行特赐宝剑，严令副将以下无用命者斩之。扬我5节为使虎臣，出临津渡，归总舟船，由连车而见大道，提齿疾而护忠臣。呜呼！为事务极目，乃免其父之机；为号令信明，则无礼法之慢。警行先者，起而击之。挟朕共击江南，王师所至，切勿暴掠生民，主者施行。天下崩离日久，人心思合。南唐李氏裂土称鉴，东南市民苦之久矣。望诸卿不必封敌，戮力报效，承天子之所寄，全金瓯于一统。臣等奉教。丞相沈寅，臣在。兼西府留守，全知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监护内外诸军。臣奉教。孤将吴越113州，
便托付于相公了。臣必恪尽职守，殚精竭虑，不负大王所托。通儒院学士崔仁济，臣在。以汝为升州东南面行营行军长史。臣奉教。检校司空，同参丞相府事，钱维志。臣在。为行营兵马副都虞候，提举粮秣、器械、甲仗公事。臣奉教。自古誓师出征之日起，以世子钱为郡，行监国事，护持玺印。儿臣奉教。汝监国事、军国事，皆取丞相禁止，切勿妄为。丞相，儿臣之授业师也。父王出征，臣当视丞相如父。恭贺世子殿下荣任监国，确是意外之喜，本不曾敢指望。毕竟，殿下是大王的儿子。父王不缺儿子，缺的是能做事的儿子。世子英明。大王要的不是循规蹈矩、坐困愁城的蜀后主，而是能遮蔽东南千万里江山的孙仲谋、刘季。老将军说的是大郎兄吧？大郎君确实出类拔萃，只是可惜他不是世子。老将军说的是。此番监国，我必当振作，不使父王忧心国中之事。国是有沈相公，无论是兵马钱粮，还是官吏迁用，皆是王权之根本。世子如今只是代行王权而已，诸事要避嫌疑。老将军的意思是，我这个监国的世子，什么都不做，才是最好的。提调兵马，筹措钱粮，选用官吏，这三桩事情，于吴越国中，以谁为能呀？提调诸军，父王之下，以大伯父为能；筹措钱粮，以大郎兄为能；选用官吏，以沈相公为能。那世子自认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？哎，这几桩事情，他人做的有功，殿下这个世子做了的话，难免会让大王生出疑虑。父王并非心胸狭隘之人。世子须知，大王与你不仅仅是父子，更是君臣。老将军说的是，这些提起话，阿舅从来不会跟我说。沈相公虽名为世子师，却只肯在公事上教我，其余事多说一句都是不肯的。那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大王的臣子呀。此番监国，
难不成真的便要做个泥胎的木偶，什么都不做，才合了父王的心意？非是不做，而是不该做的，不能做。